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不香。一个常年亏损、怎么都找不到盈利模式的互联网论坛，里面挤满了天天喊着要打败华尔街的匿名散户。结果，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这家论坛突然发现，这些散户们每天吹牛、互怼、发泄情绪的聊天记录，竟然成了硅谷科技巨头们最垂涎欲滴的无价之宝。今天我们又一起来看一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关注，这是对我们团队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如果我们要看懂 Reddit 今天在资本市场上的疯狂，就必须把时间拨回近20年前，去看看这家公司极具荒诞色彩的诞生史。2005年，两个刚刚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史蒂夫·霍夫曼和亚历克西斯·奥哈尼安，满怀激情地跑到波士顿，去向硅谷顶级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推销他们的创业点子。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做一个可以用手机发短信、点三明治外卖的系统。保罗·格雷厄姆听完之后，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这个想法，觉得这简直糟透了。但在他们极度沮丧，准备坐火车回家的时候，格雷厄姆把他们叫了回来，给出了一个改变互联网历史的建议。他说：“你们不要去搞什么三明治了，你们去建一个互联网的首页，一个用户可以自己提交新闻，并投票决定什么内容最重要的地方。”霍夫曼和奥哈尼安用极短的时间就敲出了 Reddit 的第一版代码，但在网站刚刚上线的时候，互联网上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为了让这个空荡荡的网站看起来有人气，这两位创始人用了一个极其古老且毫无技术含量的增长黑客手段。他们自己注册了成百上千个虚假的账号，每天没日没夜地在上面假装成不同的人，互相发帖、互相回复、互相点赞。他们硬生生地用人工伪造的繁荣骗过了早期的访问者，度过了平台最艰难的冷启动期。这种自由、无拘无束，甚至有些野蛮生长的社区氛围，迅速吸引了大量真实的极客和早期的互联网网民。Reddit 开始像病毒一样膨胀，几千个细分话题的子板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然而，这两个年轻人在商业上却极其稚嫩。2006年，在平台刚刚展现出巨大潜力的时候，面对传统媒体巨头康泰纳仕开出的1000万到2000万美元的收购报价，他们毫不犹豫地签字卖掉了公司。事后看来，这简直是科技史上最让人扼腕叹息的贱卖之一。卖掉公司后，两位创始人拿了钱，离开了自己一手带大的平台。失去了灵魂人物的 Reddit 在老牌传统媒体的官僚体制下，度过了一段极其漫长且痛苦的放养期。网站的技术架构越来越老旧，社区里充斥着大量的极端言论和不良信息，整个平台游走在失控的边缘。眼看着自己当年的心血即将毁于一旦，2015年，史蒂夫·霍夫曼决定重新回到 Reddit 担任 CEO。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他不得不带领团队重写了整个网站极其老旧的代码底层，同时开始以极其强硬的手段清理那些挑战人类底线的极端子板块。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勉强把这艘摇摇欲坠的巨轮重新拉回了正轨。真正让 Reddit 在全球金融界名声大噪，甚至让华尔街精英们感到胆寒的是后来那场史诗级的逼空大战。在 Reddit 的一个名为 Wall Street Bets 的子板块里，聚集了数百万极其狂热激进的散户投资者，他们用着极其粗俗的网络黑话，每天分享着高杠杆的期权交易策略，甚至把亏损晒出来当作荣誉的勋章。就是在这群人的煽动和集结下，散户们硬生生地将濒临破产的游戏驿站股价推上了天，将华尔街顶级的对冲基金直接打到爆仓破产。在那几个月里， Reddit 的这个子板块成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心脏。华尔街的交易员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不再是看宏观数据，而是打开 Reddit， 看看这群疯狂的散户又盯上了哪只股票。虽然拥有了如此恐怖的全球影响力和巨大的流量爆发， Reddit 的财务报表依然是一团糟。流量的激增反而带来了服务器成本和内容审核成本的暴涨，
这就引出了 Reddit 长久以来的一个致命软肋，它守着一座流量金山，却怎么都赚不到钱。在互联网社交媒体行业，衡量一家公司商业化能力的核心指标叫做单用户平均收入，也就是 ARPU 值。如果我们横向对比一下， Meta 凭借其极其强悍的精准广告投放系统和实名制社交网络，全球单用户平均收入可以达到几十美元甚至更高。主打视觉灵感和电商转化的 Pinterest 单用户平均收入也能做到几美元的水平。但 Reddit 的单用户平均收入长期处于行业的垫底位置，原因非常残酷，广告商极度讨厌匿名用户。在 Reddit 上，绝大多数用户使用的都是化名，他们不想在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之间建立联系，他们极度反感传统的商业广告，对任何试图在社区里进行营销的行为都抱有强烈的敌意。这种匿名的社区文化让广告商根本无法像在脸书或者谷歌上那样进行精准的用户画像追踪和广告定向投放，投出去的广告转化率低得可怜。直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起点时刻彻底爆发， Reddit 的命运齿轮才真正迎来了不可思议的转动。当 OpenAI 的 ChatGPT 震惊世界后，硅谷所有的科技巨头都陷入了极度的算力恐慌和数据恐慌。训练一个1000亿甚至万亿参数的语言大模型，需要消耗海量的人类文本数据。过去几年，科技巨头们就像贪婪的清道夫，把互联网上能免费抓取的维基百科、新闻报道、公开书籍已经全部吃干抹净了。他们惊恐地发现，高质量的人类自然语言数据即将耗尽。模型如果想要变得更聪明，更懂人类的幽默、讽刺、专业知识和复杂逻辑，就需要极其庞大、实时更新且充满真实交互的对话语料。这个时候，硅谷的巨头们猛然发现， Reddit 简直就是一座为训练人工智能量身定制的终极语料金矿。为什么 Reddit 的数据比普通的博客或者新闻网站更有价值？这里的底层商业逻辑藏在 Reddit 的一个独特的产品机制里：点赞和踩。在人工智能的训练过程中，有一环极其昂贵且耗时的工作，叫做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模型需要知道什么样的回答是好的，什么样的回答是坏的。通常，科技公司需要花大价钱雇佣无数的数据标注员来手动完成这项工作。但在 Reddit 上，全球数亿活跃用户每天都在免费做这件事。当有人在一个专业板块里提问如何修复一段复杂的代码，或者如何修好漏水的马桶时，最准确、最有用的回答会被成千上万的用户点赞顶到最高处。抖机灵的段子可能排在中间，而错误或者恶意的回答会被踩到最下面，隐藏起来。这种天然带有权重排名，经过千万人类大脑筛选和验证的高质量对话，就是人工智能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预处理训练数据。霍夫曼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发现，像 OpenAI 和谷歌这样的巨头，过去一直都在通过免费的应用程序接口，也就是 API， 疯狂的、毫无节制地抓取 Reddit 的数据来训练他们的大模型。这等于是 Reddit 在用自己的服务器成本和无数散户的心血，免费给这些估值上千亿的 AI 巨头打工。霍夫曼果断做出了一个极其残酷但无比正确的决定，彻底切断免费的数据接口访问权限。任何想要大规模获取 Reddit 数据的公司必须掏出真金白银来买。这个决定在 Reddit 内部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抗议海啸。无数依赖免费接口开发的第三方独立应用被迫关闭，其中最著名的 Apollo 客户端开发者因为面临高达2000万美元的接口费用而无奈停运。为了抗议管理层这种充满铜臭味的做法，成千上万的版主将自己管理的板块设为私密状态，导致整个 Reddit 出现超过8000个板块同时黑屏罢工，平台几乎陷入瘫痪。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前，霍夫曼展现出了极其强硬的资本手腕。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留情地将这些免费使用底层数据的开发者和版主比作占据地盘的封建地主，并明确表示绝不妥协。他非常清楚，在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中，谁掌握了独家的数据源，谁就扼住了科技巨头们的咽喉。事实证明，霍夫曼赌赢了。科技巨头们根本无法拒绝这座语料金矿。谷歌率先低头。近期，谷歌与 Reddit 签署了一份每年价值高达6000万美元的数据授权合同。谷歌不仅获得了实时访问 Reddit 海量帖子的权限，用来训练它的 Gemini 大模型，还可以将这些内容更深度地整合到谷歌的搜索引擎结果中。紧接着，更加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OpenAI 也宣布与 Reddit 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将把 Reddit 的内容全面引入 ChatGPT， 让大模型在回答问题时可以实时引用 Reddit 上的最新讨论。这笔交易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有趣的硅谷资本闭环。OpenAI 的 CEO Altman 实际上是 Reddit 最早期的关键投资者之一，他在多年前就领投了 Reddit 的 B 轮融资，甚至还短暂担任过短短8天的 Reddit 临时 CEO。在 Reddit 筹备上市时，他持有接近9%的巨额股份。现在，奥特曼管理的人工智能公司正在向他个人重仓持有的另一家社交媒体公司支付巨额的数据授权费用。这种左手倒右手的资本交织，将硅谷的利益捆绑展现得淋漓尽致。当我们翻开 Reddit 近期发布的财报时，你会发现这种数据授权模式带来了多么恐怖的财务爆发力。在传统的广告业务中，你需要投入庞大的销售团队去拉拢客户，需要支付高昂的带宽成本去呈现那些没人愿意点的广告。但是数据授权这门生意完全不同。Reddit 本来就已经把这些数据完好无损地存在服务器里了，它现在要做的仅仅是向巨头们开放一个付费的数字通道。这意味着这笔高达数亿美元的数据授权收入，其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笔钱是直接穿过利润表，几乎100%转化为纯利润，重重地砸在公司的毛利率和自由现金流这一栏上的。近期的财报数据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Reddit 的营收不仅实现了远超华尔街预期的强劲增长，其亏损幅度也在迅速收窄，自由现金流开始展现出极其强悍的正向拐点，毛利率水平大幅度扩张，让那些曾经因为广告业务疲软而看衰它的分析师们彻底闭了嘴。为了看清 Reddit 当前的估值逻辑，我们必须把它放到整个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竞争图谱中进行横向的财务对比。如果我们看 Meta， 这是一家拥有极其庞大商业闭环的巨无霸。Meta 的远期市盈率通常维持在20多倍，它拥有全世界最强悍的精准广告投放系统，高达数百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以及深不可测的用户数据围墙。再看 Pinterest，这是一家主打视觉灵感和电商转化的平台，其市销率大约在6到7倍左右徘徊。它的商业模式非常清晰，就是让用户在看图找灵感的时候顺手把东西买了。而像 Snap 这样的公司，由于迟迟无法证明其持续稳定盈利的能力，加上受到苹果隐私政策的持续压制，其市销率倍数一直在低位挣扎。相比之下， Reddit 目前的市销率倍数被华尔街给到了10倍甚至更高，呈现出明显的估值溢价。市场为什么愿意给一个刚刚才摸到盈利门槛的论坛这么高的估值？因为华尔街的投行们买的根本不是它过去卖不出去的广告，而是它作为 AI 时代独家数据水管工的未来。摩根大通和高盛的分析师们纷纷给出买入评级，他们的估值框架已经将 Reddit 从一个2流的社交媒体重新定义为一家不可替代的人工智能数据基础设施提供商。但是，这种建立在数据溢价上的高估值背后同样隐藏着足以致命的长期隐患。
这也是我们在做深度分析时必须正视的商业现实。数据授权这门极其暴利的生意，到底是一条可以持续提供复利的护城河，还是一场杀鸡取卵的一锤子买卖？科技巨头们现在愿意花天价购买 Reddit 的数据，是因为他们的大模型正处于疯狂吸收养分，急需理解人类复杂语境的初级阶段。但是，当谷歌和 OpenAI 的大模型把 Reddit 过去20年的海量帖子全部学习完毕，把所有的专业知识和人类逻辑内化为模型自身的权重之后，他们还会愿意每年继续支付上亿美元的昂贵续费吗？更致命的威胁来自于谷歌等搜索引擎自身的产品迭代。谷歌近期推出的人工智能概览功能，会在用户搜索时直接由大模型生成总结好的答案。如果有一天 AI 直接读取了 Reddit 上的精华内容，在搜索界面就完美地回答了用户的问题，那么用户就再也不需要点击进入 Reddit 的网站了。一旦流量大幅度下降，广告收入就会枯竭，新的高质量内容产出就会停滞，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不仅如此，如果未来的大模型具备了通过合成数据进行极其高效的自我净化的能力，不再严重依赖人类那些充满废话和争吵的真实语料， Reddit 目前这棵最大的摇钱树是不是就会瞬间枯萎？整个 Reddit 的商业进化史本质上就是一场极具讽刺意味的降维打击。一群天天在论坛里指点江山、研究期权，试图通过逼空华尔街来实现财富自由的散户们，他们夜以继日敲打出来的几百亿条文字，最终并没有让他们在股市里暴富。相反，这些免费的口水贴成了资本巨头训练人工智能的终极养料，成了管理层拿去华尔街高价变现、推高公司市值的核心资产。在这个庞大的人工智能食物链里，散户们以为自己是主导行情的猎人，但在冰冷的资本眼中，他们其实只是勤勤恳恳、不断为大模型产出精美语料的打工人。感谢大家观看，做这类深度内容不易，你的订阅、点赞和转发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是韭菜不香，我们下期再见。